你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一个船长的故事。为了实现自己的约定，他不惧生死。随着电车的驶入，大雄一家三口闪亮登场。听说这样的天气和旅行最配哦，还很适合磕 CP。紧接着，当车窗外驶过一艘白船时，小夫开始了自己的日常操作炫富。而更气人的是，深知大雄胆量的他，还编起了鬼故事。据说小夫家别墅附近的海域里有一艘遇难的船，那些船员的亡魂以别墅附近的寺庙为目标，时刻准备登陆。天哪，这简直就是在大雄恐惧的边缘反复试探啊！一听见有什么幽灵船，他吓得整个人都不能行了。哪怕小夫和胖虎表现的一看就是在唬他，大雄也完全接受不了。很快，在大雄的忐忑不安中，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静香快乐的在海里游着泳，不断引来胖虎和小夫的夸赞。大雄走在沙滩上，娴熟地堆砌了城堡。不得不说，这波建筑上的天赋点的真是好啊！但你确定没有一丢丢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吗，大雄同学？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雄几人成功解决了晚饭，而胖虎和小夫特意为大雄量身定做的试胆大会也进入了加载。规则很简单，虽然一开始大雄就被打开手电筒做鬼脸的胖虎吓得魂不附体。根据胖虎的描述，沿着他们所在的这条路往海角走，有一座古寺庙，每隔10分钟独自一人前行，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放到寺庙正殿就可以了。话音一落，他便先行一步离开。而就在大雄瑟瑟发抖的时候，小夫立马贴了过去，给他科普了起来。听说之前提到的那些遇难的船员就埋葬在海角边的寺庙哦。Oh my god， 小夫你这是完全没想过自己这波操作搁恐怖电影里就是妥妥的作死节奏啊！瞧着突如其来的电闪雷鸣，大雄整个人都要吓得晕过去了。你的心脏不会疼吗？言归正传，经历了胖虎和小夫带来的磨难后，大雄心中顿时勃发了一种想要回去的强大力量。可哆啦 A 梦和静香却坚决反对，尤其是哆啦 A 梦，他想让大雄今年克服试胆大会。静香也觉得很有道理，伸出手就和大雄紧密相握，希望能够给他力量。大雄瞬间脸蛋羞红，被美色所惑后，大雄直接就打起精神，跌跌撞撞踏上了前行的道路。但好景不长，胆小2个字已经深深刻进了大雄的 DNA。风一吹，云遮月，大雄吓得一个高抬腿，直接冲回原点，狠狠扑进了哆啦 A 梦的怀里。好家伙！大雄哭喊着就让哆啦 A 梦快点拿出不会恐惧的道具，但可惜的很，这波魔音车脑远远比不上胖虎的天籁。哆啦 A 梦并不放在眼里，可风水轮流转，意外来的就是那么快。一只老鼠突然窜到了哆啦 A 梦的脚边，吓得他一蹦3尺高，还直接来了个原地摔，给自己整晕了过去。这个时候你可别提什么担心安慰了，大雄满脑子想的都是，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刷刷刷，他就从哆啦 A 梦的口袋里掏出了几个道具，兴致冲冲的和静香表示一番，就继续踏上了前往寺庙的道路。但令他没想到的是，道具虽然到了手，可他完全不知道是啥，怎么用，只得拿出根系着白布的棍子就随便挥舞起来，结果成功惊飞一群栖息的飞鸟，吓得大雄撒腿就跑。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雄手里的棍子不小心碰到了路边的树枝，瞬间他便伸出一根枝条戳了戳大雄的后背，跟他打了个亲切的招呼，吓得大雄和他开启了一场追捕战，惨叫声顿时响彻天际，把准备吓唬他的胖虎、小夫都给惊着了。没办法了，大雄只好匆匆拿出了自己刚从哆啦 A 梦那儿搜刮来的道具。哎，回忆香水没啥用啊，换一个。大雄又掏出了一双鼹鼠手套，带着他赶紧在地上奋力地挖了起来。顿时，随着泥土翻飞，大雄一顿猛挖，成功掉下了一个未知的深渊。口袋里的神奇棍子也飞了出来，碰到一根绳索后，成功挽救了大雄摔死的命运。就这样，大雄开始了自己的探险之旅。虽然他一走出房间，便被从天而降的古代船长制服吓了一跳。不过重头戏还在后面呢。走到甲板上，大雄直接瞳孔地震，身为天气之子的他直接正面刚上了幽灵船，而神奇木棍再次发威，在他的加持下，幽灵船已经启动，准备开始乘风破浪了。这个时候，
哆啦 A 梦四人正在焦急地寻找着大雄的所在。好在静香眼神好啊，一眼便瞧见了随着幽灵船驶向海洋的狼狈大雄。没办法了，他们四人立马开启了救援模式，带着竹蜻蜓顺利飞到了大雄身边。只可惜此时此刻，大家并没有把幽灵之说放在心上，他们只觉得大雄胆小，还直接探索起了这艘旧船。不过什么发现都没有，但也不能让无人驾驶的船随波逐流啊，这也太危险了。于是哆啦 A 梦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船靠岸。与此同时，胖虎和小夫兴起了寻宝的念头。两人发现船上还装有大炮后，兴奋值瞬间爆表，直接向更深处走去。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成功遇上了一群幽灵骑士，吓得两人龇牙咧嘴，灵魂出窍。此刻完全不知道二人实力作死的哆啦 A 梦正带着大雄二人在甲板布置大电风扇和大箭头呢。只要调整好角度，大电风扇就能顺着箭头的方向送风，让船朝着陆地前进了。可这个时候，胖虎和小夫的惨叫声已经传到了他们耳边，哆啦 A 梦和静香立马顺着声音冲了过去。而因为船体摇晃，晚了一步的大雄不小心踩着了一块破损的木板，直接摔了下去。这下好了，惨叫一通的人啥事没有，跑去支援的大雄却飞来横祸。更惨的是，此时一根绳子突然断裂，被他固定的木桶立刻滚向了大雄，吓得他拔腿就跑，可船身倾泻，他又回到了原地，差点被一根箭矢送上了黄泉。紧接着他还直接和一扇木门来了个亲密接触，撞得自己眼冒金星。木门内的椅子上放着一顶帽子，下面不断涌现出红色的未知物体。想跑的他还直接被几块布给包了个严严实实。哆啦 A 梦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远，大雄好不容易挣扎着回到甲板，和静香他们带上竹蜻蜓准备逃走，可没跑多远，五人就齐齐被绳子捆回了船上。这个时候，哆啦 A 梦突然注意到了船上的木棍，原来这是一根灵魂手杖，所有被他碰到的东西都会附上灵魂。这艘船就是因为他，所以才能自行操控前进。哆啦 A 梦很开心，太棒了，用手杖就能轻松解决问题，回到岸边了。但你们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点？这艘船也可以听见的。于是手杖瞬间消失，掉进了海里。船的行驶速度也突然加快，好像正急着去什么地方一样。突然，一个想法蹦跶进了大雄的脑壳里，他拿出回忆香水，重现了幽灵船的从前。原来这艘船曾被暴风雨袭击，为了活命，大家纷纷扔东西，减轻船上的重量。但船长却有一个怎么也不肯扔的袋子。最后大家驾着小船纷纷离去，而船长独自留在船上。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袋子难道比命都重要吗？就在大家震惊之际，大雄匆匆跑回了那个令自己备受摧残的房间。他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准备，向前面变成骷髅的船长走去，却被胖虎搭上自己肩头的手给吓晕了过去。此时此刻，胖虎发现红色物体其实是一种种子，而静香也瞧见了船长手上拿着一封信，只可惜时代久远，已经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了。好在哆啦 A 梦拿出了翻译魔语，在他的作用下，哆啦 A 梦瞬间哭到崩溃。原来船长之前便遭遇过暴风雨，是某个小岛的居民伸出了援手，还在凶恶的官吏面前保护了他们。所以得知船上全是荒地，居民们得弃岛移民后，船长承诺会给他们送去优质的种子，这样岛上就能有更多一点的绿地，他们便不用离开故土了。可惜事与愿违，在送种子的途中，他们再次遇到了暴风雨，最终种子没能送达，因此秉承了船长遗志的幽灵船才会坚持把他们送到荒岛。显然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雄立马提议帮船长完成心愿。哆啦 A 梦也有这个想法，他立马拿出时空间调换机，先用粉笔把种子圈起来，再用时空转换机交换过去和现在的空间，种子瞬间消失。随后一阵光芒闪过，荒岛立刻变得繁华起来。显然这已经成为了一座遍地绿色的岛屿，一旁还竖起了一座慰灵碑。船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约定。此时朝阳初升，幽灵船浮现在了大雄几人的眼前。再见了船长，故事虽然已经结束，但你留在很多人的心中。好了，本期问题，你们的胆子大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